我从小生活在山西省的一个小镇，02年考学考到中央美院。对于女性在不同阶段的认识是伴随我的创作的。1、2、3，木头人。2011年结婚，然后2012年有了第一个孩子，放弃了一切去小心地呵护他。我发现付出的一切努力，考上很好的大学，得了很多奖项，参加了很多展览，好像都消失掉了。一切又回到了原点，自己变成了一个性别女性，产奶哄睡像机器一样。我当时可能最多跟自己说的话就是你要相信自己，不会因为现在的一些问题去停止自己追求梦想的一个脚步。我必须需要创作才能缓解我那时候的焦虑。山区女人怀孩子之前会把头发剪下来，我就把那些头发当成素描，一根一根的绣在一块白棉布上。每天的心情平静也好，躁郁不安也好，都能通过那些或直或弯的线条表现出来。每天半个多小时，做了有2年的时间，它好像是慢慢深陷进去的。圆环是女人肚子的一个代表，一种生育的象征。生完孩子之后，我才发现我的母亲经历了那样的痛苦，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。我开始邀请我的母亲跟我一起创作，选了2张照片，绣在母亲当时年轻漂亮的脸上。在我3岁的懵懂的肖像上，用现在我们2个的头发去遮盖当时的容貌，她来缝我的黑头发，我去缝制她的白头发。对我们2个来说，我觉得都是一种回忆和交流。这件作品她和我的父亲都积极参与，所以对她来说能帮到女儿是非常开心的事情。第2个孩子的时候，压力变得前所未有的大。女儿有一天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妈妈，我再也不喜欢你了。我就感觉好像内心的那种温暖和热情被抽空了。这句话就像是一件武器一样扎到我的心里。我用枣木把它刻出来，烧成焦黑的炭色，充满绝望。在那个没有任何的话语权的时候，我尝试着用文字作为材料去表达。宝贝儿这个词，甜蜜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更复杂的情感，比如索取、需求、道德绑架。妈妈这个词非常伟大，同时它背后隐藏的没有条件的付出，所以我想把它的矛盾显现出来。当它亮起来的时候，充满神圣的光芒，但当它灭掉之后，像是一种冰冷的工业化的产物一样。当一个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后希望回归职场，这个社会对她的要求就会变得更加的高。你做得很好，就像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一样，但我认为这些是不正常的。 Leave me alone, bitches， 这些话都是我身边一些女性朋友无意中随口的一句脏话，一种拒绝，当下很多女性内心真实的反应，把它们用珠帘做出来。No 很有趣，当你穿越之后，这个巨大的 No 开始摇摆，我们好像想要很坚定的去拒绝，结尾往往变成妥协。这群女性所受到的压力和困惑，我希望自己能够更直接、更大胆地表达出来。我最近邀请很多的女工跟我一起创作，是想要对这些普通同龄的女性做一些记录、赞美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时代洪流中的一个浪花。用我收集到的一些女性的头发去刺绣，这些人好像在海浪中翻滚，想要探出身来。我去创作女性题材会有一些质疑，但我认为这些情感的记录是当下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。
没有人去表达它们，那这些声音就会被消失掉。所以我希望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记录者，